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分享一道山东的传统家常菜酥锅，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吃的一道菜，是10几种的材料放在一个大锅里，加上调料去炖。但这道菜没有固定的做法，我们这边有句话叫穷也酥锅，富也酥锅，意思就是60、70年代物资比较匮乏，条件好点的可以放鱼放肉，条件差的白菜豆腐也叫酥锅，所以也有家家做酥锅，一家一个味儿的说法。那别管是有钱没钱，都是吃着酥锅过年。这道菜一般是冬天的时候来做，这一大锅不算添加的汤汁，只是材料大概25斤左右，调料是以酱油、醋和糖为主，酸甜咸3种口味兼具。这一大锅一般从大年30能吃到正月15，这不马上就要过年了吗？那就把我们这边很有特色的这道年夜菜分享给大家。为了方便给大家做展示，先来做一份小份的。这些材料大概是5斤的量，2500克左右，大概够一家3口吃3天左右的。包括后面放的调料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的。如果大家想做的话，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比例调整。虽然这道菜在食材的选择上并不固定，不过那都是之前物资比较匮乏、比较穷的时候了。现在比之前富裕多了，所以在食材的选择上都是选择自己喜欢吃的。这道菜是一道荤素搭配的菜，素菜上有3种比较常用的：海带、藕和白菜。海带要清洗干净，如果是用干的，就泡发后清洗干净，然后把海带卷起来，用牙签或者是棉线固定好。莲藕是刮掉皮之后清洗干净。做这道菜一般莲藕都不切，直接放在锅中去炖，有的孔里有泥巴，要仔细清洗一下。白菜要先摘下几片菜叶子来，一会儿炖的时候要铺在最上面，然后把剩下的这颗白菜一分为2，同样也清洗干净。那剩余的可以再放上一些豆制品，我是比较喜欢吃腐竹、豆皮炸豆腐。腐竹一般是干的，用温水直接泡发；豆皮一般是买现成的，也不需要处理，就卷起来，用牙签或者是棉线固定好。建议还是用棉线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炸豆腐就不需要任何处理了，如果感觉不放心，最多就是清洗2遍。那荤菜一般都会有鱼，鱼的选择上是选择鱼刺比较少的，比如说鲅鱼，鱼就正常的处理掉内脏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在油里炸一下或者是煎一下，鱼的表面煎至金黄，这样一会儿炖的时候不容易散。肉类的选择上就比较多了，什么肘子、猪蹄、排骨，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。一般的情况下会放上一块比较肥的五花肉，如果选择肉类就要清洗干净，焯一下热水。刚才准备的白菜，如果有的朋友吃不上来白菜的土腥味，也在热水里焯一下。不过我们这边一般是不焯热水的。如果是焯热水也很简单，烧开水简单的烫个10来秒钟，捞出来就行了。那到这里所有的材料就全部处理好了。准备的这些材料一共是5斤2500克左右，具体每种材料的分量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就可以。接下来就把准备好的所有的材料放在锅中，为了方便给大家做展示，用的这种带炖煮功能的料理锅，食材就随便放了。如果是用像视频刚开始那样的大锅，要把不容易糊锅底的食材放在最下面。视频刚开始也给大家看了，下面放了好多的肘子，然后铺上一层白菜，一层一层的往上放。做酥锅，白菜是重点，一般会多放一些。藕尽量用老一点的。豆制品我是比较喜欢吃这几种，感觉炖好之后特别的入味儿。荤菜五花肉和鱼肉，我觉得这2种是必放的，但没必要放太多，还是素菜多一些，肉菜少一些，我感觉会更好。不过这道菜没有固定的搭配，全靠个人的喜好选择。接下来再来添加调料，依次加入50克的老抽，50克的生抽，150克的醋，30克的白酒，120克的冰糖，30克的盐
最后加入适量的水。这个水的分量并不固定，如果白菜放的比较多，都不需要加水。白菜炖的时候就会出大量的水。刚开始做，建议还是加点水比较保险。水多了，大不了就多炖一会儿。糖和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，糖的话也可以用红糖。最后在上面盖上几片白菜叶，先开大火把锅中的水烧开，水开之后大火先炖30分钟左右，最后转到小火再炖60分钟左右，总共用时将近2个小时吧。炖的时间也得看自己想吃什么样的口感，想吃软烂的就多炖上一会儿，不过我觉着最少也得炖1个小时以上，中途要保证不糊锅底，感觉水少了就加上一些。炖到锅中的汤汁还有一些，但是不多了，看上去比较浓稠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就先关掉火。一般的情况下还需要再焖上几个小时，最少焖3到4个小时。有的朋友喜欢吃比较软烂的，会焖10几个小时。焖的时候就不开火了，就是放在锅里泡着。吃的时候凉热都可以，每种挑出来一些，切一下，浇上汤汁，酸甜咸3种口味兼具。之前没有冰箱的时候，一次性炖好多放在大缸里，冬天放在室外，从大年30能吃到正月15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想吃的时候就随时炖上一锅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，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